Hello，大家好。人人都生活，但未必人人都会有生活感受；人人都看李子柒，但未必人人都真正了解其中的奥秘。欢迎来到人间闲聊，这一期你错过了，就等于错过了整个李子柒的时代。2024年绝对是一个会被历史铭记的一年，地球社会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这次我们分别来讲讲中西两大王者的回归，李子柒和特朗普。作为东方人的传统美德，礼让客人，我们先来讲讲西方的美国。在西方11月6日美国大选，特朗普在其78岁的高龄高票赢得了美国47届总统大选。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意识形态代表着美国的保守主义，其核心支持群体有农民、蓝领工人、基督教的新教徒。共和党在25年来首次赢得多数普通选民投票，高达7600多万个选民支持，占总投票数的 50.1%。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击败了代表大企业主、城市富裕阶层的民主党。特朗普在总统大选胜出，被许多人视为传统价值和保守价值的胜利。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强烈呼吁恢复和捍卫传统的价值观，如家庭价值、宗教信仰、民主主义和对美国精神的拥护。其中具体的主张例如，特朗普承诺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不支持堕胎，提倡传统的异性婚姻，并承诺把更多的制造业带回美国，让原来失落的蓝领工人重新过上更好的生活等等。许多美国公民，特别是保守派和基督福音派，认为现代社会逐渐偏离了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价值和道德文化，因此特朗普被视为捍卫这些价值的代言人，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之后，相信美国国家的政策和惠及对象将会由拜登所支持的富裕阶层、社会精英倾斜到制造业工人、农民和社会底层阶级。美国特朗普的王者回归被视为反社会精英的时代来临，代表着一统美国传统的价值的回归和对美国传统道德规范的重新肯定。2024年是美国社会关注小人物的重心转移的一年。同样震撼世界的有我们心爱的李子柒突然回归，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们有点来不及反应。11月13日，李子柒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 YouTube、微博上上架新的影片，还是我们那熟悉的田园生活风格。李子柒为奶奶建造衣帽间，该视频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观看，万千粉丝在苦苦等待了1217天后，终于迎来了李子柒的惊艳现身。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欢迎之词，此处我们暂时省略不止7万字的赞美之词。总而言之，李子柒，我们喜欢你。在李子柒的视频中，我至少看到了2种中华优秀女子的身影。第一种是客家女子的身影。客家女子以勤劳、坚韧和能吃苦著称，这一特点与客家人长期的迁徙历史和适应艰苦环境的过程有关。客家人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迁徙和在边远地区的定居，因此客家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持角色，不仅操心家务、炒菜做饭、晒菜干、做腊肉，而且还要参与耕田、摘蔬菜水果、饲养家禽等等，并兼顾很多，例如建房子、修水库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客家文化中，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客家女人是家中的顶梁柱，她们注重维护家庭和睦，秉持孝顺和亲情。她们的角色不仅于家务劳动，而且还承包了传统家庭价值观和文化习俗。客家女子传统上会被认为是非常节俭和理财有方。由于客家人曾经历了种种苦难生活环境，客家女子学会了如何精打细算、合理分配家庭资源，以确保家人能够在困难时期平安度过。客家女子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她们参与传统节庆、宗教祭祀和民间活动，教导子女学会客家方言、民族和礼仪，确保客家文化在世代之间得以延续。
第二种是苏杭女子的身影。苏杭女子指的是来自中国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和杭州的女性，以文婉优雅、才情出众而闻名。她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体现出江南文化独有的特色、细腻与深厚底蕴。苏杭女性是文化的传播者，苏杭地区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人传统著称。苏杭女子作为文化的载体，通常具备传统的琴棋书画才艺，或者是对诗词歌赋有深刻的理解。她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活动和文化参与，促进了江南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苏杭女子在社会中被视为有优雅和美丽的象征，她们的穿着、举止和生活方式都透露出独特的审美观。这种审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形象，更多的是深入到生活态度和待人接物中。她们的优雅和对生活的细腻理解，影响着整个社会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标准。我们喜欢李子柒，或许她是我们心中忽隐忽现的那个自己。中国改革开放，万象如新，父母辈或多或少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洪流中。我们的父母辛勤劳动，奔波劳碌，去追逐和抓住社会变革的红利。他们有些甚至离开子女，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有些父母因为在大时代中情感迷路，他离开了婚姻和家庭。有些我们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照顾下长大，隔代的教育更体现了亲情中中华人民族优良的传统的伟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养大了和教育了两代人，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为了我们辛苦了，而许多我们长大以后，也加入了同样的社会发展洪流，浮浮沉沉，挣扎上进。同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子女和一段新的人生。我们的忙碌和顾及不下，没有时间来报答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这个心头的结一直都在。李子柒自小父母离异，父亲早逝，继母对他恶劣，最后由爷爷奶奶接到乡下来抚养。李子柒小学5年级的时候，爷爷离世，14岁就辍学，李子柒无奈只能只身出去打工漂泊，他的人生几乎有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伤痕。今天我们看到李子柒有幸返乡，亲自照顾那年迈的奶奶，那个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奶奶，我们感到一丝欣慰，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们也回去了，回到了那个地方，亲自照顾了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那个时空，我们也为他建了一个农庄，并和他一起赏花，身边还有那条摇着尾巴的小狗。我们喜欢李子柒，正如周杰伦当年唱的那首《稻花香》里的歌词一样，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今天李子柒的田园生活及唯美的乡村画面，它代替了我们回到了大自然，回到了那个心目中家乡的净土。我们想告别城里餐厅背后又黑森森的厨房出品，不想吃着连厨房都没有的餐厅出品。我们想告别纷纷扰扰的都市生活，想亲近真实的风光，想亲手种下稻种，吃上自己的桃子，想安静的打水煮上一锅没有科技狠活的鱼汤。现在李子柒代替了我们，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过上了这种生活。童话世界中，王子公主最后都是幸福的在一起。我们长大之后，知道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会经历考验和磨难，能从心底里一直爱下去的很难很难。今天李子柒再次变成了我们童话里那个真诚对待感情的天使。李子柒和奶奶之间真挚的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李子柒正在为我们上演着一幕幕感人心扉的现代田园童话。喜欢李子柒的不但有我们中华儿女，
还有很多西方人士。李子柒为宣扬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直以来，孔子作为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用大道理、小道理，孔子曰这，孔子曰那，教导和传承儒家文明。孔子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儒家思想深受帝王将相的推崇。但今天，李子柒的王者回归，弱女子、小人物，孤言少语，传递着爱和梦想。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极为感动。他的回归是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是人文关怀的回归，是这个时代我们再次得到眷顾的回归。11月17日，据 The Mirror US 报道，参加俄乌战争的1万名北韩士兵，他们的生还者大概率是不能再回到家乡北韩了，因为北韩当局担心这些士兵在国外所见所闻，回国后会导致北韩的国内的人民对外面的向往。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有了李子柒和他正在追逐的梦。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也不能回到没有李子柒的时代里了。李子柒，我们祝福你。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欢迎订阅我们，您的支持是给我们巨大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